参见大人。冯总旗，卓大人，你来得很准时啊。大人有何吩咐？齐王大寿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由于朝廷今年的用度紧张，户部本该拨给齐王修建王府的款项，得拖延些日子了。你是了解齐王的，他喜欢炫耀。为了确保王府继续施工，你可授意杨旭伺机向齐王献上3计。大人请讲。圈地、走私、采矿。下官遵命。张13是怎么死的？下官认为，杨旭当下处境并不安全。短短数日，他已经2次险些踏进鬼门关。第一次，刺客误杀了他的侍妾；第2次，多亏张13舍身保护公子，所以才保全了性命。我等所谋全落在这个杨旭的身上，此人万万不可有所闪失。冯大人都3天没进咱们府了，他帮我去打理齐王贺礼了，自然不会来。啊？这老家伙脚步还挺快的。老头，老头，哎，老头，醒醒醒醒，我们少爷叫你呢。老头，这些花是你养的吗？你这人可真逗啊！这要不是我养的，我摆在这儿做什么？你要是喜欢，多往里放点钱。哎，行，咱们家不是缺一个养花弄草的吗？少爷，难道你要……啊？老头儿，从今天起，你就要走运了。啊！哦，老头，快松手啊！疼！哎呀，功夫一点没见长不说吧？啊，比以前还差了许多。哎，看来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，杨大公子。你还幸灾乐祸？哎，你是不是我爹？我本来就不是你爹。你是哪儿的人？你父母呢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打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已经在这要饭了。哎呀，那你跟着我吧。嘿嘿，有名字吗？我叫夏雪。不过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得管我叫爹。我这天天看着别人的眼色过生活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委屈是不是？那委屈现在就跟我回去，咱们回家继续打鱼去。那真能走吗？走啊，走还不容易。不过呢，这锦衣卫眼线遍布天下，要走，那你就得做好这一辈子亡命天涯的准备了。那与其如此，我还不如不走。我就把我现在这个杨旭继续演好，等我有一天演熟了之后，我就不用听那个冯锡辉的话了。哎，到时候咱爷俩就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就这么一住，我给你养老，怎么样？你要是贪图杨家的富贵就直说，别把我牵扯进去。你这套东西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见多了，不稀罕。是吗？哼，
我跟你说，你儿子现在我啊，可是锦衣卫，你不稀罕？锦衣卫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哼，就是你们现在老大站在我面前，那也得乖乖的、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前辈。锦衣卫的前身叫拱卫司，我曾经是那儿的指挥使。原来你是他们的前辈啊！那有你给我撑腰，我还怕什么风息辉啊？你个臭小子，别老想着升官发财的。你知道锦衣卫那是什么地方吗？那儿可是地狱啊！他们拿刀指向别人的时候，也有千万把看不见的刀在指向自己。到了那里，你就不再是个人了，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杀人工具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指挥使经常命令我们互相打斗，如果有手下留情，就绝不姑息，所以稍有不慎，就会命丧黄泉。你这些狗官，快放了我！放了我！快放了我！后来在大牢中见过不少他们的毒辣手段，到现在想起来也是毛骨悚然呐。唉，这也是我最终选择离开拱卫司的原因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我已经离开锦衣卫这么久了，哪儿还有说话的分量？怎么着？不服气呀？他们打打杀杀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本来扮演的就是杨旭，我是安插在齐王身边的一个眼线，我只要对齐王好不就行了吗？我不去管锦衣卫那些事不就行了？看来你小子真的是一心想要做这个杨旭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说实话，我是看那个冯锡辉滥杀无辜，居心叵测，我不想就这么放过他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好不容易清闲2天，看来啊，现在又得折腾起这把老骨头喽。锦衣卫之间通常用暗号，比如管酒杯叫连米，官兵叫猛风。在特定的情况下，一个酒杯、一双筷子的摆放位置，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你还要学会一套暗语来分清敌我呀。你和你信任的同僚之间要有一套只有你们自己知道的暗语。千字文，这本书你还记得吧？这就是锦衣卫所用暗语的密码本。暗语在普通人眼里只不过是几个数字罢了，而在你们看来，那可是全部的身家性命啊！根据暗语的序号，查找书中相对应的内容，就可以知道暗语的意思了。我说呢，你怎么从小就让我背这个？这我可是倒背如流啊！小子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这么说，你是答应帮我了？谁让你是我养大的，小兔崽子！老爹真好。你呀，唉，冯锡辉现在根本是无人可用了。府上那个奇怪的丫头，看来也不是他自己的人。可是我每天跟那丫头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要是一不小心被她给杀了怎么办？以退为进，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你，反而她倒不好下手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真的，我每到此时就能听到有人的脚步声，还有窗户外面的影子。他们不会找上门来，又来杀我来了吧？真的？不是你睡糊涂了吧？你看看，看我的眼眶都发青了，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。还好那个丫鬟在我身边陪着我，她陪着我，我才能安心一点儿。要不然这样好吗？刘大人既然最近没事，可不可以让他过来陪我？这不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照应吗？好，今晚我让刘旭一起来。若真有刺客出现，
倒也不是坏事。好好的一双手拿什么不好，偏偏要拿刀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快说！死了，如此训练有素，你不觉得有点像？有点像我们锦衣卫的作风。呀！怎么可能是他呀？大人，他怎么可能是刺客呀？大人，你快想想，如果他是刺客的话，接下来还会来第二个、第三个人来刺杀我，小的死不足惜啊！齐王的贺礼谁送啊？闭嘴！你快回屋，剩下的我们来处理。找个地方把尸体埋了。是。听说最近这青州杨府动静很大呀，接二连三的死人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呢，见不了血。大人，不是属下不尽心，只是实在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我实在是调不出人手保护杨旭。风夕辉，杨旭此人有多重要？你身在青州多年，难道就想不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来护他周全吗？你把所有的情况如实的一一向我说来，别想着打什么小算盘。你有没有说实话，我自然听得出来。比如，这杨旭遇刺后，为什么你们没有马上回青州，而是找了别的地方小住了几日？又为什么？这杨旭回到青州后，坊间的流言四起呢？属下不敢有半点隐瞒。事实就是这样，属下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如果这夏寻最后还是和杨旭一样，死在了莫名其妙的人手上，冯锡辉，那我就要看看有什么新人能接替你的位置了。大人，根据属下观察，杨旭绝对不是死在什么莫名其妙之人手上，极有可能是……谁这么大胆？是自己人。哼，敢坏我大业，想来也只有他了。冯锡辉，既然已经知道对方是谁，不用我说，你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，我即刻守在夏寻身边，寸步不离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冯锡辉啊，冯锡辉，你着实是太令我失望了。你手中无人可用，为什么就不能借势而为？
杨旭如今有3重身份：锦衣卫、青州士绅、齐王门客。你为什么不能借齐王之事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呢？齐王虽然倚重于他，也不至于派出兵马来保护他。杨旭在齐王心中当然没有这个分量，这点你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州府衙门的人却并不知道。能借势的时候借势，不能借势的时候造势，欺上瞒下，无中生有，以虚为实，由狂而真。这些本是我们锦衣卫的惯用手段，怎么才离开了应天府4年功夫，你就把这些手段都忘得干干净净了？多谢大人指点，属下知道怎么做了。交警大人，请。彭兄，我们相识也不是1、2天了，有些事情我就不和你绕圈子了。前些天，青州士绅杨旭杨公子，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入府行刺，你可知道？此事与我彭府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你彭家做着车船生意，黑白2道都有来往，你敢保证其中没有为非作歹之徒？你们彭家若想摘清嫌疑，你就应该协助官府查缉形迹可疑者。我们彭家院校犬马之劳。再来。别装死了，再来！真是够荒唐！看来这个冯教检确实是被刺客逼急了。罢了，那就派几个人去吧。得我彭家真传的还能有谁啊？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搞不好啊，我得亲自去一趟了。不行不行，青州府谁不认识你？让彭家二爷鞍前马后，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姓杨的小子。传出去，岂不是丢尽了咱们彭家的脸面？太公，你看子琪去怎么样？子琪，胡闹！一个大姑娘家，那个杨旭又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，那不是把鱼送到猫的嘴里去了吗？有何不可？太爷爷，这杨旭仗着背后有官府为他撑腰，把我们彭家当什么了？说来要人就要人，这件事儿交给我吧，我绝对不会丢了咱彭家的面子，也好让那个姓杨的花花公子知道，什么叫做引狼入室。什么？你给我请了保镖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做事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庞公子，请进来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彭子琪，庞公子。这位就是要请你保护的人，杨公子。彭家的名号，想必你也是听说过的。这一次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特意前往彭家，请人来保护你。彭家的五虎断门刀大大有名，
一般不会外传，只有宗族嫡系才有机会学习。彭公子是彭家的嫡系子侄，深得真传。五虎断门刀，有他在，公子可以放心了吧？久仰，久仰。看什么看？你这时又准备出去沾花惹草，给人送上小命吗？彭公子，咱们以前认识吗？风流成性，好花街柳巷，这杨旭杨公子的大名，青州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一直听说这彭家子弟的刀法凌厉，没想到还那么伶牙俐齿。以后改行替人说媒不错。这几日你就乖乖的在家待着，做你的缩头乌龟吧。都看到了吧？怎么样？是不是那个冯锡辉派人过来监视我呀？不是，彭家的刀法一直在他们的拳法之下。他刚跟你过招时，力量不够啊，完全靠着敏捷和柔韧来补，又像，又不完全像是彭家的作风。我看了看他的身形，全明白了。他不是彭公子，是彭姑娘。老家伙不错呀，宝刀未老啊！你个兔崽子！彭公子，我只不过是去茶馆散散心，你不用这么尽职敬业。你这是要做什么苟且之事，非要避着人呢？那我去澡堂子，你也跟着去？我自然也要跟去啊。那太好了，咱们是生死之交，得坦诚相待嘛。快闪开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给我下来！你干嘛你？撞伤了人，还如此无礼！我撞了人？谁看到我撞人了？明明是他跑到本公子的马前来拦马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不讲道理又能怎么样啊？这人可是这儿的银枪小霸王，咱可惹不起啊！行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这有什么惹不起的？咱们现在就到官府说说理去。去官府？哼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今天他就是被我撞得断骨断筋，我爹只要一个文书送到知府衙门去，我还能大摇大摆地走出来。你，哎，不知令尊尊姓大名啊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我正巧与青州知府还有些渊源。哦，那公子是？不是我，是这位姑娘。想必公子应该听说过青州教界冯大人吧？他跟这位姑娘的渊源可不小，只是没办法在外人面前说而已。还有这位公子，你看他脾气不好，但是他是彭家五虎断门刀的弟子。彭家在江湖上的地位，您不是不知道吧？在下姓杨名旭，若公子不相信，可以打听打听我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提醒公子，没必要给自己添麻烦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哎，咱们讲完了身份，该讲讲道理吧。
你冲撞这位姑娘是小事，得罪教检冯大人是大事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冯大人在齐王面前给你添油加醋一番，以后令尊大人在知府里边，将如何做人是好呢？刚才是我都有冒犯，我给这位姑娘赔不是，您看行吗？姑娘觉得可以吗？那你也得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。对，诚心，一定要够真诚。对啊，道歉，没错，道歉。好，道歉，就是。姑娘，刚才是在下无礼，别跟冯大人说。行了，我们也是明事理之人，公子，请。没事了，你去吧。谢谢两位公子。千万不要谢我哦。谁打算要谢你了？你这是骗来的胜利。我们侠义之人讲究的是堂堂正正。堂堂正正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直接动手把他打一顿？你靠着彭家背景自然没事，但你要那姑娘以后怎么办？人家会放过她吗？你能保护她一辈子吗？笨！大人请。大人有何吩咐？明天就是齐王大寿，贺礼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直接带过去就是。让大人费心了。这不是重点。你听好了，以往修建齐王府的资金2/3由户部拨款，可是今年户部周转有些困难，这笔款子暂时的停了。以齐王的脾气秉性，绝不肯就此罢休。他想弄钱，很有可能会找到你的头上。冯大人，那我该如何是好啊？这么一大笔资金，我可是万万弄不到啊！有3个法子，可以让齐王迅速积累庞大的财力。你也可以借此更进一步，成为齐王心腹。大人请讲。这第1个法子嘛，朝廷允许齐王择地重建王府，却没有划定具体范围。你可献计于齐王，叫齐王扩充王府新址，这样周围就有几百户居民需要迁离原址。那就是说，要强行让他们搬走？怎么可以强行呢？多落人把柄。你把这王府新址就选在富山好古聚集之处，这些有钱人，每一户都巧尽心思，精心布置。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富，绝对不会有人愿意离开的。怎么办？破财消灾呗。明白了。就是说，用他们自己的钱，把自己的房子赎回来。这样一来，齐王的名声可算是臭到家了。这第2计，就是请王爷利用王府特权，贩卖牛皮、寿金、熟铁等物资。这些物品是受到朝廷限制的重要物资，寻常人根本不敢经营，所以利润极大。但是要打着齐王旗号贩运的话，谁敢查？当然，你也可以搭着齐王这条大船，为自己谋些利益。可这些都是军用物资啊。这第3计嘛，就是采矿，这更是暴利。这是一般老百姓都不敢做的事情。所以，只要齐王肯出头，必有豪绅巨贾愿意合作。他不用花1分钱，就能大赚。大人果然是英明啊！只是这样一来，会不会激起民愤？咱们此次前来不是为了捉拿逆贼，万一朝廷追究起来…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。我们是在制造机会，让叛党们自觉暴露。以上种种
都是为了让你引起那些叛党的注意。详细情形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我回去了，你好好做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准备玩火啊？冯锡辉这3条建议，我越想越有问题。你说齐王他这个造反的事儿还没有定论呢，就这么着急把帽子给人家扣上了，那万一是冤枉人了怎么办？我问你啊，失势的锦衣卫要怎么做，才能让自己重新出现在皇帝面前？除非是天下大乱。我明白了，锦衣卫，他们是在自救。他们是为暴力而生的，天下太平，他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。他们也知道，现在锦衣卫是皇帝手中的一颗弃子，也只有这样，故意制造一出谋反案，这样锦衣卫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啊！所以他们就故意的去诬陷齐王。老爹，这次我一定不能听他们的。大人里边请啊！好。哟，刘大人，您也来上班了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人您请。大人里边请。大人请。哎，这边请，里边请大人。这还看人下菜啊？路上辛苦了。是嫌你送的不够多，不让进？这点你放心好了。谢谢您赏光来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冯大人准备的贺礼，李大人这边请，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哟，杨公子，杨公子来了，王爷已静候多时，请公子随我去见王爷。好，请。哎，公子的下人还不能跟来。那就这样吧，小胖，你呢去找个地方喝茶凉快一会儿，等我跟王爷我们2个叙旧之后，再过来找你。啊？王爷，杨公子来了。门下杨旭参见王爷。免了免了，杨旭啊，本王这次叫你来，是想让你想想办法，我怎么样才能立刻赚一大笔钱？王爷店铺的生意一向都很好啊，特别是这些海外的航线，每年往朝鲜、吕宋走2趟，这赚来的钱……哎，你说的这些都太慢了，我要很大一笔银子，重建我的王府。可是这王爷每年的俸禄，再加上这些店铺的收益和朝廷每年的拨款，便足以支撑。支撑个屁呀！王爷息怒。走开！你还没有听明白吗？啊！我要的是一大笔钱，我的王府已经开建了，户部的银子到现在一点都没拨下来，我怎么办？把它晾着吗？我丢不起这人，齐王府更丢不起这个人。在下知道，这朝廷的拨款确实缓慢了一些，可是王爷这府邸才建了没几年，应该是不着急搬迁吧？放肆！放肆！放肆！几个兄弟当藩王的时候，就我的府邸最寒酸最差，就4个的王府最阔气。本王好不容易求这么个机会重建王府，怎么着？我现在让他晾着吗？我丢不起这个人。现在立刻给我想办法，想办法！可是在下现在确无上上之计。大胆杨旭，你别忘了，现在的地位身份是谁给你的？一句没办法就想打发我了，做梦！立刻给我想办法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有3个法子，可以让齐王迅速积累庞大的财力。没办法了，先说一个吧。说话呀！门下倒是有一计，只是此方法若传出去，会对王爷您不利啊。哎呀，别磨磨唧唧的，
说。王爷，这个牛皮熟铁是民间禁止交易的东西，有多少人有钱都买不到？可想而知，这其中利润有多少呢？王爷，您何不利用您的特权，去运输这些货物？那些巡检司即使查到了车，听说是齐王的车，谁又敢打开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王爷，您只此一举，便可以财源滚滚。好办法，好办法！赶紧给我拟一个章程出来，从何处购进，销往何处，还有什么时候要我去打点的，都给我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！立刻去办。是。我跟你说的3个法子，为什么不在齐王面前全盘托出？不知大人是什么意思？圈地、走私、开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故意给我忘了是不是？难道齐王府里有他的眼线？大人恕罪，小的只是什么？小的只是觉得这个采矿的事情，利润虽然是很好，但是它不及走私啊。我只是希望攒足了本钱，再向齐王提议。你倒懂得抓住机会，你想从中捞些好处，也未必不可。不过，你要尽快筹措资金，时间不能太长。开矿采金的主意务必得尽快献上去，否则，本官也不好对上面交代。是。我需要的，只是一个能在齐王面前帮我做事的人。至于他是杨旭也好，夏巡也好，哪怕他是路边的乞丐，只要他能帮我把事办好，是什么身份根本无所谓。他向齐王隐瞒了我们的计划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不过，太自作聪明也不好。若是这个叫夏巡的贱民要坏我们的事，你大可以杀了他。是。冯大人，杨公子，我刚刚收到我们锦衣卫指挥使的密令，你现在跟我去见他。这么晚，冯大人您不困？我倒是有点困了。这是命令，你现在跟我来。好，那我把彭公子也叫上。不用了。那我换个衣服，马上出来。你没按冯锡辉的指示办事，一定要小心他对你不利。哎，冯大人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冯大人，您收到上级的密令了吗？这就是密令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在齐王面前混个眼熟，如果这个时候死去的话，对你们还有锦衣卫可都没有好处。其实你一直都很聪明，我之前小看你。这都是您和张大人教导的好。不用再跟我来这套。你已经成功取代了杨旭，以后你手上的权力会越来越大。渐渐的，你会开始连我的命令都不听。事实上，你已经这样做了。可是如果现在你就把我杀了，你不怕上头怪罪你吗？如果这就是上面的意思呢？这不可能，由不得你不信。不能让夏巡脱身。
撤！撤！怎么会有更四的？撤！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，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，爱恨心。